上世纪为您讲解神经密码解码。神经密码解码聚焦爆发式放电，研究指向丘脑皮层系统，它挑战传统感觉中继定位。作者认为爆发携带新信息，证据先来自信号形态转换，杂乱波形可被解码为条形脉冲。这个结果提示，放电模式本身就能编码意义。记忆并不是平均写入的，大脑持续接收感觉输入，却不一定都被强化。真正关键的是，系统要识别哪一刻值得标记。这里对比了两类信号，常规感觉处理只呈现平稳的小幅波动，爆发式放电则突然变得密集而高幅。问题因此变成突触可塑性如何识别它？它可能正是联想学习的触发器。神经元并不只用一种方式发生，强直放电更像连续陈述，脉冲稀疏而均匀；爆发式放电则是密集陈促的强调。这里给出的定义很严格，一次爆发至少包含2个动作点位，促内间隔要小于等于10毫秒，爆发结束后还要有大于15毫秒的尾随间隔。也就是说，爆发不是单纯加速，而是独立词汇。胡须触觉轨道被用来测量辨识能力。小鼠沿轨道前进，前方设置电动孔径和甜水嘴。任务要求只靠胡须接触判断孔径边缘。保留胡须时 ，D' 达到 2.36， 去除胡须后 ，D' 降到 0.79。这个跌幅说明任务依赖触须输入，也提示后续神经编码必须对应这类触觉判别。它为后面的学习机制提供了清晰行为基线。实验先设定最初规则，宽孔45毫米对应奖励，每次奖励给10微升炼乳；窄孔25毫米对应乘法，乘法是120分贝噪音。于是物理宽度获得了价值标签。训练曲线随后持续上升，第13到14轮越过专家阈值。这项工作先把监听范围铺开到丘脑皮层网络 BC、VPM、POM、ZIV 4个脑区都被纳入同一套记录框架。研究者在这些位置植入16根4极性微电极，这样可以长期追踪单细胞活动，记录发生在清醒状态下，也保留自由移动条件。这个设计的关键是同时看见多脑区时序关系，它能避免只看单一脑区，错过网络级编码，也为后续定位爆发信号来源提供了直接证据。研究者把神经元分成3类 ，BCNs 会出现密集爆发， TCNs 主要保持强直放电， NCNs 对宽窄孔几乎不变。最关键的差别在编码能力， BCNs 对孔径变化最敏感，它们还是专家动乳里最大的子集，解码结果也明显更高效。蒙特卡洛检验表明，这不是放电率假象。研究者把任务拆成4个阶段：初始阶段，宽孔对应奖励，窄孔对应乘法；中性阶段，加入了35毫米孔径；反转阶段，奖惩归子互换；降级阶段，奖惩变成 50% 随机。这个设计专门测试编码本质。关键问题很直接， BCNs 到底记孔径还是记价值？ BCNs 的放电先跟随奖励出现，宽孔配奖励时爆发信号最密集，窄孔配乘法时信号几乎消失。规则反转后，模式也随之翻转，原本的宽孔不再被高亮，新的窄孔开始触发爆发，说明他们追踪的是价值，不是孔径本身，而是生存意义。爆发指数随效价同步抬升，乘法条件下最低，中性反馈居中，奖励条件下最高，逻辑回归曲线向上，米和优度为2平方 0.528，说明关系不是随机噪声，
它支持价值刻度而非简单有五。专家七里 BCNs 的脉冲偏好非常集中。雷达图显示，数据点聚在约30度扇区，降级其中，这个剧烈几乎完全消失。50个百分点随机奖惩，打乱了奖励关联，数据点转为杂乱放射分布，说明爆发编码依赖稳定规则。规则一旦失效，种群层面的偏好就瓦解。它揭示的不是固定刺激，而是条件化关联。BCNs 在解码中表现最强，少于10个细胞时，准确率就突破80个。包含 BCNs 的触觉神经元需要约31个细胞，排除 BCNs 后约要80个细胞。这个差距说明信息并不是平均分散的，少数 BCNs 承担了更高的传输权重。它们像规则信息的黄金通道，意义在于读出规则时不必动用整群神经元。研究者先提出一个直接问题：如果掐断爆发引擎，小鼠还能学习吗？研究者先准备了2种干预手段。CAV 3.1-KD 属于基因级敲低，它直接压低目标脑区的通透表达量。Z94 则是系统性药力阻断，它以高选择性拮抗剂急性封锁 T 型带通道。2条路径都指向同一引擎，目的就是验证爆发是否真在驱动学习。这样的双重设计也能分开长期效应与急性效应。抑制爆发式放电后，学习曲线明显下移了。对照组在533次训练达标， CAV 3.1-KD 组却拖到723次。这个差距说明学习被直接放慢了。药力阻断也给出同样方向的结果。Z944 干预后表现没有缓冲，它在干预轮次里立刻崩溃，于是爆发更像学习的动因。脉冲图直接给出了证据。DMSO 正常组在 Touch 后出现密集红色爆发， Z944 和 CAFV 3.1-KD 组里，这种爆发几乎消失，留下来的主要是零星绿色强值放电，说明神经元还在发生，它们却失去了强调能力，任务相关的相纹高亮也被抹掉，小鼠因此难以抓住关键信号。爆发式放电被概括为价值权重增益信号。触觉输入先到胡须受体，随后经丘脑传入 CAV 3.1 触发 burst。 这个 burst 不是单纯放大，它会把信号高亮给 POM 和 VPM， 再传到桶状皮层 BC， 那里出现突触增强线索，于是联想记忆被写入。敲脑皮层的角色被重新定义了。过去它常被看作感觉中继站，爆发也被视为状态切换器。真正的证据来自规则学习，爆发跟随奖励价值重排，它还需要 CAV 3.1 和时间结构。于是静态放电率模型不够了，时间语法模型成了更合适的框架。这项工作把爆发式密码指向了3类现实应用。对脉冲神经网络来说，波松放电已接近瓶颈，模型若要继续进化，就得把 burst 当作学习增益。对脑机接口来说，解码意图未必依赖海量神经元，抓住少数关键 BCNs 就可能换来更低延迟。对阿尔茨海默症研究来说，海马体爆发受损已与认知缺陷相关，恢复丘脑皮层的 burst 动态可能成为新靶点。但这些设想仍依赖任务、脑区和疾病阶段，它们更像下一步路线图，而不是现成答案。